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显化塔罗。若有喜欢，请您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这次的题目是：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现在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这里有1、2、3号卡片，共有3个选项。请你用直觉选择，挑自己喜欢的选项。那如果呢，听了我的解牌内容，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现在呢，先来帮大家打开这3张牌。好，第一张呢是死神的逆位，第二张是皇后的逆位，第3张是宝剑七的逆位。好，现在呢，请大家选择自己想要的选项，选择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后面的解答咯。那提醒您，这是大众占卜，没有办法符合每个人所有状况，请您谅解。Hello， 第一组的朋友，要看你最近幸福时刻是什么之前呢，先来感应你的能量。好，那从你选择这个死神牌的逆位呢，这一组来看呢，就是这组的朋友目前啊，好像有一些事情呢是被迫必须要结束，或者是要分开分离。那有些人呢，可能是真的有面临一些生死关头的时候，可能呢就是有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意外啊，或者是说有遇到什么样的跟死亡有关的灾难。那有一些可能是面对着亲朋好友，有些可能离世，或者是说呢正经历着工作，或者是某个学业，或者是某一些很重要的关系的结束。那这个结束对你而言呢，目前你觉得好像人生很难熬，因为你不是很想要放弃，或者是不想要离开，或者是不想要面对这样子的离别。那这一组朋友呢，可能最近觉得人生比较低潮一点，就好像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那很多事情呢，总是想要赶快结束掉那些不好的过往，想要赶快离开这样的低潮。那所以呢，你才会想要看这个影片，想要知道说最近啊会遇到什么样的幸福时刻。那这组朋友不要心急，现在就来帮你抽你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哦。第一张，第二张，第3张。好，先帮大家翻开牌卡哦，这是2张。好，那就2张都打开一起看哦。好，来第一张呢，你抽到的是战车牌，就是上天要跟你说，你最近的幸福时刻要来了，而且那个来呢，是可以让你很明显的感受到之前那种很痛苦的时光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好日子的来临呢，会让你有感觉哦，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每天日常生活那样子，它是会让你觉得这种幸福时刻呢，是让你真的内心有一股暖暖的感觉，而且是一种很有冲劲的过来，会让你觉得很多事情呢，会突然就发生了，然后那样子呢，会让你措手不及。但是这种措手不及是好的哦，就是算是正向的，可以让你结束之前那种痛苦的过去，或者是让你的心情变好。所以呢，这张战车牌就是很正向的指引哦。好，那下一张你又抽到的是权杖9，那就是权杖9呢，就在告诉说这组朋友哦，你呢最近可能
因为之前的事情要结束，所以很多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呢，做事情的时候啊，总是会瞻前顾后，很怕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呢，会让你之前如果是分手断联在感情上面的话呢，你可能会怕说，以后会不会又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如果呢，有些朋友是我刚说的有面临生离死别的，或者是最近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你会很紧张，想说会不会又遇到类似的不好的情况，或者是类似不好的意外灾难？那这组朋友就是会过得比较小心翼翼一点。那尤其是就是如果呢，你是那种真的有遇到什么样的意外灾害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在生活上面啊，或者是说工作啊、交通，任何事情都会更加的小心。那所以这份幸福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很紧张，会想说这个幸福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属于你的，或者是说这个幸福会不会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下一章是宝剑七，就是要告诉这组朋友呢，其实你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的幸福到来呢，其实有时候会伴随着别人掺杂的一些恶意在里面。如果你是要问感情方面的话呢，感情方面的幸福呢，它来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对方是不是存着谎言，或者是呢有贪图你什么样的目的。那当对方对你好的时候呢，你要想想看说，对方到底说的是真心的呢，或者是只是想要骗你的感情。那你有感受到幸福是真的，但是呢，也是要小心对方到底有没有一些恶意的行为或者是想法哦。那如果是之前呢，有经历一些生死离别啊、痛苦啊，或者是说你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那等着要解决的话呢，就是这组朋友你的幸福时光来临的时候，那你也要想想看，这个是短暂的幸福，还是背后呢有没有人暗藏什么玄机，或者是在背后搞鬼什么的。就是你在享受当下幸福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背后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人在后面阻挠着你，或者是呢之后未来会不会对你做什么样不利的事情。所以呢，接近你的人呢，你都要小心谨慎哦。那还有就是你之后面临到的事情啊，或者是面临到的各种压力困难呢，你只要愿意去面对，其实都还是会有不错的结果。但是你还是要留意那个过程之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好，那你接下来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其实就要跟你说，就是你的幸福来的会很快哦，但你也要思考一下，就是那种幸福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办法把握住那样的机会？如果说你是要问工作或学业啊，或者是课业上面的那种幸福时光呢，就是你要去想想看，说这个幸福来的时候，后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就跟我刚刚跟你说的，你抽到了宝剑七嘛，后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是需要你去承担的？然后你要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恶意的行为会去让你产生不好的后果。那如果你觉得呢，未来其实是你可以掌控的，那很多时候呢，你要去把握当下那个机会，因为那个机会啊，其实是稍纵即逝的哦。如果你一直去把你的心思放在之前那些痛苦的过往的话，没有去把握当下的机会，这样子你的幸福时刻呢就没有办法停留很久，就很容易就消逝掉了。那如果你是想要问感情方面啊，是感情方面的幸福啊，那就是这组朋友
你呢，如果呢遇到对的人啊，或者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对象靠近你，你要好好的把握，因为这个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快的，会让你猝不及防哦。或许你会觉得说呢，你想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他，然后想要慢慢来按部就班，但是如果你花了太多时间在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很快的就溜走了。那所以说呢，这组朋友如果真的未来有遇到不错的对象，会带给你有幸福、心情暖暖的感觉的人呢，你要把握哦。因为即使你的幸福时刻，这些都是正向的牌，那就是上天在跟你说，这个幸福啊，是属于好事哦。只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是有一点点恶意的成分在里面。好，那在最后呢，帮你抽上天要给这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好，来看一下，是这3张是很像的，就是刚才是稍微是斜的。好，先看，就是你的第1张是宝剑4。那也就是说，上天希望你啊，之前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当你的幸福时光来的时候啊，请你好好的休息，享受一下，不要太过于兢兢业业，因为有时候你太过于胆战心惊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当下的那种幸福。很多时候呢，那种幸福感啊，如果你不是去当下感受的话，是之后才去回味，就没有那种即时的感觉。而且呢，可能本来可以发展的关系，或者是说事业上面或课业上面呢，有什么样可以发展的活动，或者是赚钱的机会啊，可能都会因为你想太多而稍纵即逝哦。好，那接下来看你的下一张是圣杯7，就是说这组朋友你呢，上天觉得你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没错，但是你要去取舍，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很多，你也想把之前痛苦的日子赶快过完，但是其实你如果内心有一个稳定的目标，不要一次做太多事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的话，你才能够真的好好的享受当下那种幸福时刻哦。好，那这3张是横向的，就是钱币4。钱币4呢，上天是要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能够太小气，就是很多时候呢，不要只想着自己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你要看看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大家如果有给你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有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也请你不吝惜的去帮助别人。就是不要想着呢，自己已经过得很悲惨了，哪有什么余力？其实你只要拨一点点心力，就算是稍微帮助别人一下，顺手举手之劳，或者是可能一点点的小钱，那也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其实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啊，上天给你的回馈呢，是你未来想不到的，而且你内心也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哦。好，再来是钱币2，那就是横向的，就是跟这组朋友说，很多事情啊，不要什么事都要揽在手上，就是不要让自己呢无限循环的忙碌。当你一直忙碌呢，没有办法享受人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哦，都是忙忙碌碌的，然后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呢站在一个可以欣赏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刻，你没有办法站在那个视野去看这个世界，很多美好的事情都会因此错过哦。好，那再来呢是宝剑7，就是这组朋友你又抽到1张宝剑7了，就是要上天跟你说，
就是你身边的小人是有的哦。上天又再提醒你一次，请你要注意你身边的小人，不要让他们呢有机可乘。就是你要懂得去远离那些小人，然后真的对你好的人，真心对你付出的人，你要呢稍微慷慨大方一点，然后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美好，你的好哦。好，那这样就是这一组的讯息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请您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拜拜。Hello，第二组朋友，就是在看你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之前呢，先来解读你刚才抽到的这张牌。这张呢是皇后牌的逆位，要说这组朋友呢，目前会因为呢，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会因为可能有些人是当妈妈的啊，或者是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母亲或者是祖母、外祖母而受到困扰，那你呢，可能要做一些决策，或者是会被这些女性长辈做的决策而受到影响。那如果呢，你是男性的话，可能会因为你的妻子啊，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有稳定交往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的母亲、祖母、外祖母，他们呢有一些决策跟想法受到困扰或者是影响。那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啊，就是最近呢，因为这样子有权位的女性而受到影响。那有些可能是因为主管啊，或者是说可能是某一个区域的领导或总裁，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实权的人，或者是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女性，就是最近为了这样的人物呢受到影响，所以觉得日子啊过得好像不是很顺遂。那对方呢最近做了很多事情，或者是有下了很多决策，影响着你的生活，或者是影响到你的学业跟事业。那就是这组朋友目前呢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困扰。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感应你的能量，来帮你看看你的最近幸福时刻是什么呢？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看哦。好，好，帮大家抽。好，这组朋友，你的第一张是圣杯6，但是是逆位的。那就是这组朋友呢，你的幸福时刻是从你可能有遇到一些人，就是以前认识很久的人过来找你，或者是说呢，你想起了以前的故人，然后觉得呢，就是过往有一些美好的事情鼓励着你，然后让你心中呢有以前开心的回忆，或者是幸福的时光，或者是你最近啊有可能看到了什么样以前的旧东西呀，让你有点怀旧，或者是你有看到一些市面上在卖的，或者是以前发行的东西是找了很久，最近你有找到，让你觉得有童年的温暖，或者是让你想到童年的快乐的那种幸福时光。只是说呢，这个幸福时光啊，你不要沉溺在里面。就是这个幸福时光，如果说你呢，可能如果说买了太多东西呀，怀旧的小物，然后呢，或者是说呢，你为了找这样的东西花了太多时间跟金钱，反而会让你在财务上面，或者是在你的时间分配上面出现问题哦。就是这组朋友呢，你要稍微去想一下自己呢，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跟精力，或者是金钱，
那如果是呢，以前的朋友来找你啊，你一开始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哦，你会想到以前的好朋友啊。那有些人可能是青梅竹马回来找你了，那你跟他相谈甚欢。那有的人是在网络上面做联系的，可能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最近又联系上了，还蛮开心的。但是呢，你也不要跟对方聊太久，因为有时候对方后面跟你聊着聊着，突然就谈起金钱了。如果是因为这样呢，跟你谈起了金钱啊，想要跟你攀关系呀，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好好的想想，这个人回来到底是跟你单纯叙旧，或者是有什么目的接近你哦。好，接下来呢，你抽到的是战车牌，但是战车牌是逆位的，就是要跟第二组的朋友说，这个人哦，如果是呢故人来找你，然后有一些是分手断联的人来找你，你要想想看对方呢到底这么快速、迅速的来找你，而且呢，不管呢你一开始是不是有拒绝他来找你，或者是呢你可能稍微冷淡的对他，对方还是对你很热情哦。那这个人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要想想他背后的目的。那如果呢因此聊到了什么让你觉得好像怪怪的，可能牵扯到了其他利益的时候，你要小心哦。就是如果不应该继续去深聊，或者是有可能有些人是被以前的朋友亲戚盗账号的那一种，那你也要小心哦，是不是诈骗集团假借的那些人，然后来找你？那如果呢，你的幸福时刻是在你的买了很多怀旧小物、童年回忆的东西上面呢？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会突然理智断线，我买了很多，但是你要量力而为哦，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买多了啊，你会增加自己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机会，尤其是刚才你抽到的是皇后牌的逆位啊，如果你家的另外一半啊，女性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里德高望重的女性，就是妈妈啊，或者是祖母、外祖母这些，他们呢希望你过得节俭一点的时候，就会一直念你哦，然后呢吵架纷争就会从这里出现，所以就是这组朋友你要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买东西的欲望，那也不要被影响太多。好，那接下来这一张呢，就是节制牌，就是很呼应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这组朋友你在买那些怀旧小物的时候啊，你要有所节制哦。就是你很多事情要量力而为啦。当然，节制牌不只是在告诉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它其实主要是在跟你说，跟人之间的相处呢，也是要有所调和、有所节制的。跟人之间的调和呢，就是你跟一些人的联系上面啊，就是要小心谨慎。有时候呢，讲的太过于夸张，或者是讲了太多自己的事情啊，有时候会让别人呢有机可乘，或者是会反感。那如果说是以前旧人来找你呢，就是你也要跟他一开始要有一些基本的寒暄呐。那如果寒暄过后呢，你跟他聊着聊着，好像感觉变质了，好像变成是在做什么样的金钱交易，或者是投资买卖啊，这时候你也要有所节制哦，因为这种事情啊，你一开始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到后来，当你把你的金钱精力都投入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好的结果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所以这张节制牌呢，就要告诉这组朋友，你的幸福时刻啊是要有所节制的哦。然后呢，你也是要有所调和。当然，节制牌也有在告诉你说啊，就是也因为那些怀旧小物啊，或者是说呢那些故人来找你啊，你还是会有享受开心的时光，你的内心呢是可以比较平静平和，就比较不会受到你们家母亲大人啊，或者是你
你的老婆大人的干扰，或者是你自己呀，也会心态比较平衡哦。那这也是这组朋友的幸福时刻。好，那接下来呢，要看上天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与人交往，你是要保护自己的哦。好，我看还有没有什么牌是要给你的。好，帮你抽了3张。第一张呢是吊人牌，是正位的，就要告诉这组朋友哦，就是你呢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哦，会跟别人不太一样。那上天也是要跟你说，其实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跟人不一样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时候啊，别人呢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情，因为你自己的人生是你自己要过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跟心态去看待别人，去看待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就会用相同的方式去回馈你、回应你。如果你是正向的看待对方，原则上对方也是正向的看你，但还是有一些例外啦，就是你要小心对方是不是有什么恶意的行为。就像你刚才抽到圣杯6啊，有以前的好朋友，或者是以前的亲戚呀，失联很久的人，或者是你的前任跟你断联很久了，这时候突然不知为何想起你了。那你呢？如果还是愿意跟对方交往啊，或者是说只是就是聊聊天、当朋友这样子，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呢，要深入到愿意奉献自己的金钱的部分啊，你就要好好审慎评估哦。就是呢，你要好好的观察，而不要这么快的就陷进去了。那如果你是想要买什么东西呀，想要当保存啊，想要怀旧的那一种呢，你就是要量力而为。好，那下一张呢是圣杯8，就是跟这组朋友说，上天是建议你说，如果你真的是遇到不好的人啊，不好的事情，请你要记得断舍离，该离开就离开。因为很多事情呢，往往不如表面上看到的。可能你可以发觉到对方的好，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起那些快乐的过往。但是呢，如果只是单纯的回忆呢，就让美好的回忆留在心中就好了。因为未来继续交往啊，如果你已经看到对方好像心存恶意的接近你，就请你呢要记得该闪开就闪开哦，不要留恋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人。好，接下来你抽到的是钱币2，就是上天跟你说，不要呢把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不管你是买东西呀，就不要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然后呢，你又还要去工作赚钱，然后还要有些人还有爱情上面的困扰的话，你要烦恼的事情太多，你会因此嘎不过来哦。那如果呢，有些人是因为呢故人来找你啊，或者是前任来找你，让你在新旧之间做选择，那你也要好好的去评估哦。其实很多人都不是马上可以看穿的，很多人都是要细细相处，然后呢多次的聊天，才能够知道对方的真面目是什么。当你已经呢花时间去和对方来往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往来之后呢，那你就要知道说对方到底是真心的，还是想要欺骗你。所以你内心要有所取舍哦，不要呢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啊，这样到时候可能会有两头空的这种感觉。好，那这就是给第2组朋友的讯息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你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拜拜。
Hello，第三组朋友，在看你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之前呢，先来看你刚才抽到的这张牌。你刚才呢选了这张宝剑七的逆位，就是要跟这组朋友说，你最近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别人的欺骗啊，或者是遇到有人对你做了一些什么小手段啊，或者是遇到了小人在身边，让你非常的困扰。那些人虽然都没有对你做什么大奸大恶啊，或者是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他也是困扰你很久了。因为有时候一些小动作啊，让你不管是做工作啊，或者是生活上面，会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像有些可能是遇到一些小人的同事，或者是呢是邻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朋友。那有的呢是以前呢就是分手断联的前任回来又搞些小动作，一直骚扰你，让你不堪其扰。所以呢，你会很向往着要有幸福的时刻，希望能够摆脱这些烦人的人，或者是摆脱这些让你觉得讨厌的事情，想要让自己耳根子清净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感应你的能量，来看看你最近的幸福时刻是什么呢？好，帮你抽出来这3张。第一张是教皇牌，第二张是宝剑6的逆位，第三张是女帝，就是皇后牌的逆位。好，先来看教皇牌，就是要跟这组朋友说，你的幸福时刻，是要在就是神圣的地方之下会发生的。那有些人他是信奉基督教啊，或者是天主教，就是有习惯呢会去教会做活动。那在教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异常的平静，而且你会有很幸福的感觉。不只是呢，你跟上天做祷告，或者是说你可能呢跟你的教友啊，那些兄弟姐妹一起聊天，然后抒压，或者是因此认识一些还不错的人。那有一些呢，如果是信奉佛教、道教或者是其他宗教，你有习惯去佛寺或者是去庙里面进香祈福的，那在庙里面呢，你也会觉得格外的安心，然后让你内心觉得非常平静，会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就会觉得很多不好的事情都能摆脱掉。因为呢，你刚才有抽到宝剑七，就是宝剑七其实就是有很多小人当道啊，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智慧去发现并阻止。但是呢，能不能阻止是一回事，至少你的内心呢能够平静一点。当你能够内心平静、冷静下来去看这些小人或者是这些烦扰的事情的时候，你以冷静的眼光去看待，就能够发现很多其中的猫腻，然后去找到一些阻止的方式。所以呢，这时候你还蛮适合去庙里面或者是去教会里面呢，让自己内心感到开心跟平静。那有些人如果是要问感情方面啊，其实你感情上面的幸福时刻呢，就有些人是最近啊要开始谈婚论嫁，或者是你遇到这样的人是可以跟你共守一生的好人哦。那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外貌非常出众，或者是条件如何呢？那个都不论，但是对方是一个心思很纯正的人，适合跟你走完一生。那有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的话呢，那也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就是一些坏习惯而已。但是对方呢，主要是愿意要跟你步入礼堂，或者是愿意跟你携手一生的人，就是他本质上大部分都还算是好人啊。那至于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坏事，或者是什么样的小动作呢？那个都不论哦，因为那个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所以你最近呢，
有一些人的幸福时刻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在跟有这样的人出现，然后呢，想要跟他走完一生的想法。那有一些人是呢，在跟这样的人谈婚论嫁，已经呢在准备呢未来的婚礼，或者是说呢宴客时光。好，那接下来呢，你抽到这个宝剑6的逆位哦，就是要跟你说，有些事情呢，你如果中途离开，中途就放弃，譬如说呢，你如果是去庙里面祈福，或者是去教会里面做活动啊，如果说你呢，就是去个1次2次啊，就不想去了，或者是说你可能呢，就只是偶尔临时的去里面想说让内心稍微平静一下，未来就没有持续的去啊，中途就离开了。那这样子呢，你的幸福时光就没有办法很持久。就是要告诉这组朋友呢，你如果想要让你的幸福时刻更久远的留存着，就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那有些呢，如果你是要问婚姻感情啊，如果你遇到这样子不错的人呢，可能刚开始稍微有点小受到挫折，那你如果因此马上就放弃，转头去找别人，或者是就去过自己的生活，就再也不理对方的话呢，就是会错过你的幸福时光哦。所以这张牌就在提醒你说啊，有时候呢，不要被眼前一点小挫折而打败。如果你是遇到小人从中阻扰啊，或者是遇到有人来搞破坏的话呢，你呢也要打开你的心眼，让你的心可以沉静，然后呢可以看清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呢什么是真的对你好，什么是对你不好的人。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呢，不要那么快冲动的就分开，或者是轻言说分手离婚，那你未来的感情之路才能够走得长远哦。那接下来呢，你抽到的是女帝牌的逆位，就是皇后牌的逆位，就是要跟这一组朋友说，其实你的幸福时光哦，其实是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本身就是女生的话呢，就是生理上的女性，那你内心呢，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想法、稳定的心情呢，就是你会容易情绪化的人哦。你的情绪化会去影响到别人哦。如果你本身已经是做妈妈啊，或者是做阿嬷啊，或者是呢你在你的公司里面是做女性主管，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是担任女性的教职主任，或者是校长的话，如果你内心不够稳定，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别人，那你的一举一动呢，有可能会让别人不幸福，或者是让别人不开心。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内心稳定呢，让这张牌成为正位的话呢，你的幸福时刻呢，就会因为你对别人呢都是稳定的态度，或者是和婉的语气，让别人得到幸福，你也会因此得到反馈，得到幸福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本身是男性，就是生理上的男性的话呢，你呢会遇到这样子的母亲啊，或者是说呢祖母、外祖母。那如果说你是在公司遇到这样的女性主管，或者是你是在学校啊遇到这样子的女老师，或者是女校长啊，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你的幸福时光哦，会因为他们而受到影响。就是你的幸福呢，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产生，也有可能因为他们而消失。但是以逆位来看呢，主要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你的幸福哦。可能他们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颁布了什么样的命令，或者是对你有所管教，或者是呢最近有点无理取闹，做了一些让你觉得很烦心的事情。
所以呢，你的幸福时光呢就会被他们受到影响，没有办法长久持续的下去。好，那这就是这一组朋友你的幸福时刻。那看看上天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好，刚好都是横向的。好，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一张是钱币2的横位，就是要跟你说呢，你最近好像有很多事情在处理，然后呢，有些人可能是要加很多班，那有的人是要打好几份工，或者是很多份兼职，让你内心疲惫不堪。那也有人感情上面就是他有好几个对象在选择，所以他内心现在是呈现混乱的感觉，呈现混乱、忙碌，然后呢迷茫的那种感觉哦。就上天要跟你说，请你停止哦。他给你横向的牌，就是要跟你说，你要停止这样的行为，不要再内耗自己了。不管你是要问事业、感情，或者是学业上面呢，就是希望你呢能够让自己内心平静，然后不要身兼数职。如果能够放掉一些，就放掉一些事情，让自己可以比较冷静、比较清闲一点，这样子你的幸福时刻才会更快来临。好，那接下来你抽到的是宝剑骑士，但是是横向的。就是这个人他呢有想要很快的来找你，但是这个人在找你的途中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卡住了，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要带给你幸福的人怎么来的这么慢呢？就是上天要跟你说，你要有点耐心。当你内心清闲了之后呢，你才会发现那个人能够靠近你。因为当你自己一直在忙忙碌碌的时候，根本没有空管别人。那个人呢，让你幸福的人要过来了，他也没办法找你，可能连面都见不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想要找你聊天，他也找不到你，你甚至呢不读不回的。所以就是这组朋友，你要让自己静下心哦。那静心的方式，带给你幸福的方式，刚才教皇牌有帮你解释过了。好，那接下来呢，你又抽到的是审判牌。审判牌，但是是横向的，就是要跟你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对方做的不好，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过往有些事情做错了，你想要忏悔，你想要让不好的人又复活回来找你，那你也要好好的想一想，要谨慎哦。就是如果真的对方不好啊，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说那些小人的动作实在太多了，你呢不想要再给他们机会了，那你要重新好好的去想一下，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是好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可以带给你幸福的人。当你呢好好的去审视一下目前的情况呢，你呢就可以在之后下了很好的决定。那这张审判牌呢，到底是要让它正位或者是逆位呢，都是取决于你哦。如果你愿意去放下过往，放下仇恨，然后让自己内心得到平静，你呢愿意原谅的话呢，那就可以让它是正位的牌。如果你不愿意呢，你就让它是逆位的牌，这都是取决于你。上天没有逼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让你静下心慢慢思考就好了。好，这就是这组牌的解释哦。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你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你，拜拜。